喂，哪位？啊，爸，是我。我这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，应该能让您满意。他也笑了好久。对了，爸，刚才我清点了一下，发现漏发了5张请柬。有几个客人还好，都是熟人，您亲自打个电话过去解释一下也就过去了。但是另外还有2位，得正式的地方请柬过去。好的，这些都是小事情，可以处理。你要注意一下你自己。我希望今天晚上来的客人都能够度过一个终身难忘的夜晚。好的，爸。表妹，今天晚上上海饭店有个酒会，大堂的钢琴师病了，他们呢想找个人替班。我记得你会弹钢琴，这活儿你接吗？接。我几点钟过去合适？酒会是7点钟开始，你最好是提前到。好，表哥还有什么要嘱咐的吗？我帮你约了一辆黄包车，车夫的工号是0502，你一定要记住了啊。明白。你走之前还有一件事情，我想跟你说一下，关于小申。等到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我想吸收他，为我们工作。哎，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，要再等一等看吗？他现在还不成熟，做事情很鲁莽。他想抢在子爵之前，把屈文志找出来，拿这件事情做筹码，逼着我给他交底。那这件事情做的的确是太鲁莽了。就这样把子爵给惊了，太可惜了。假如再跟上一段时间的话，说不定会有更大的收获。如果他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的话，他是没有资格加入我党的。幸亏他打小就崇拜你，对你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任。要不然的话，他一冲动，说不定会大义灭亲呢。就是这儿啊，真热闹啊！你看，不错吧？哎，挺好的。哟，小李，有日子没见了，你们好久不见，二少。二少今天好精神啊！是，你也不错嘛。啊，咱们得好好喝一杯啊！是啊，是啊，必须得好好喝一杯，不醉不归。哎，不醉不归。对对对。第二天。哎，就是啊。说起来啊，咱们俩也好久没喝了啊。你上回还欠了好几瓶酒呢。那好，这次一并补上。欢迎光临。你看什么呢，二少？啊，没看什么，我还以为是个熟人呢。总之，今天大家必须玩得开心，知道了吗？一定。好吃，我觉得这个很不错，帮我拿一下吧。好，我给你拿。这酒真不错。来，于先生，为这些在战争年代依然能够自得其乐的朋友们，干杯！是的，有很多人面对惨烈的战争，依然怀着必胜的信念。他们是乐观主义者，也是这个民族的脊梁。总有一天，他们会让那些想得到不属于自己东西的人，付出惨重的代价。我们的内线刚刚告诉我，有人夹带了东西进来，一个是麻醉剂，这个倒不要紧，另一个有点麻烦，氰化钾。这是想要谁的命啊？今天袁二少也去过图斯红酒坊，日本人好像盯上他了。有人吗？打扫卫生了。
木之，我知道你喜欢抽雪茄，特意托朋友从古巴带回来的，上好的古巴雪茄，试一下。谢谢。唐总，要不要尝一口？谢谢，我不抽雪茄。太可惜了，这么好的雪茄。这种来自古巴的雪茄。我今天突然觉得身体不舒服，我也不抽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啊。这是收了多少好处？钱是徐小姐给你的吧？是我给的。你把他拖到后门，自然会有人把他接走。是。你住在上海是吧？对，我住在上海。那你一定很熟悉上海了。哦，我只熟悉我家附近那一片。木之，喝口水吧。好。对了，你今天说你身体不舒服，怎么搞的？啊，老问题，心脏。心脏不好，你得吃药，吃了吗？药带了，倒是忘了。我说下一次，要是再遇到类似的情况，你可得记着提醒我。你这么说，我这杯水倒是倒对了啊！谢谢。木之，你怎么了？木之，木之，怎么了？
木之，木之，于先生，木之，你怎么了？于先生，木之，你怎么了？于先生，于先生，你还好吗？于先生，木之，你怎么样了？美婆烟。哎，好嘞。杀手上来了。鞠先生，放心吧，我们出去看看。啊！走。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别开枪！出来！你迟到了，有突发状况，耽误了一会儿。人都死了，没有必要带出去了。你撤吧。是。
跟家属说了，一会儿就给他推出去吧。好。死人了！天哪！什么情况？这里怎么会死个人呢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长官。死的应该是屈文志。坐吧。东西拿到了，他是死是活，无所谓了。田中君，今晚真的是太痛快了，您把他的每一步都算到了，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你确定云鸿生真的被你控制了？我确定，麻醉剂是我亲自注射的，他不到2秒就晕过去了。怎么了，田中君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想不到一个暗中调查我这么久的，却一直没有被我发觉的人，就这么轻易的死了。我们并不知道他调查了您多久，可能只是刚刚开始，而且您的计划环环相扣，根本没有破绽，他不可能看破。不，云木之知道的应该不少。我总觉得这件事情还没有完。谁啊？是我，徐小姐。是小叶，我去开门。看来我没有猜错，云木之果然没那么容易死。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对吧？好，那我来给你们解惑。我爸说了，进入你的圈套，是他计划的第一步。跳入他的圈套而不引起他的怀疑，今天晚上的行动应该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你父亲很了解我。上海饭店可真是个好地方，鱼龙混杂，什么人都有，所以消息传递起来也非常的方便。我猜，我借经理的手给入住的客人送红酒，你肯定都知道。你不动声色的想稳住我们，其实就是想今天晚上给我们来个一锅端，对吧？你让人夹带了氰化钾，你也没想瞒住谁，虚实之中让人摸不清方向，这招的确是高明。可当一个人有警惕目标的时候，就会对其他的事情放松警惕，所以你先选择了那只加料的雪茄，你也料到了我爸肯定是拒绝的，而且你也猜到他会谎称心脏不舒服，那吃药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。可按照绝大多数人的逻辑，你不会马上采取行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间隔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，而且你也没有做好万全的准备。可事实上，你杀人的那个招数，不是在那只雪茄上，而是在涂了氰化钾的水杯上，这才是你的关键。
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，谁不知道你父亲爱抽雪茄？可我怎么能料到，今天晚上他偏偏不抽雪茄？聪明人的共性就是喜欢怀疑别人最不会怀疑的地方。我爸爱抽雪茄，那是所有人都知道的。而且 Frank 先生送的雪茄，按照常理来说，我爸肯定是会抽的。但是如果换成是你这个聪明的人来说，你是肯定不会抽的，因为你会怀疑到我们在那个雪茄上面会动手脚，所以你也认定我爸肯定不会抽，对吧？云木之果然是高手啊，他能料得到我在想什么。那杯红酒，应该也是他给我的一个误导，对吧？嗯。他让我误以为你们在想办法对付我，所以我思考的方向被引导偏了。在那之后，我确实一直在想，接下来你们会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我，却忽视了你们其实在将计就计。当然，你把麻醉剂调包了。唉，如果做得太假，就不太好收场了。你没有看见我这两个好搭档吗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哎，你别着急，没这么快的，得过会才起作用。行了，视线算是捋清楚了，那咱们就换个地方说话。没力气了是吧？茶好喝吗？他居然也算到了。那当然。你亲眼看见我爸喝下了那杯水，然后徐小姐顺利地赶过去跟你会合，你心里一直不踏实，你反复地想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，于是你的警惕性就松了下来。这个茶杯里只加了一点点的麻醉剂，味儿不大，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下，你肯定能分辨出来。可是你的心思完全就不在这上面，而徐小姐呢，又沉浸在刚刚除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，所以他怎么了？从我们进来的那一刻起，他就已经知道今天晚上逃不掉了，所以他不想活着被我们抓到。看来我没有猜错，云木之果然没那么容易死。那怎么办？把他拖走。哎，等等。啊。把话都放好了，把这些东西该撤的就撤啊！哎呦，少爷，我到处找您，您怎么才回来呀？家里啊，出大事了！
怎么了？这是？云先生他过世了。你又骗谁呢？云先生是在酒会上突发心脏病，送到医院去也没有救过来，我找你也找不到。云先生的遗体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，现在还在他房间里呢。爸，好了，你们就不用上去了。等办完云先生的丧事以后，我就随二少爷扶灵回长沙了，咱们这个家也就散了。你们两个也回老家去吧。搞清楚了吗？前几天，徐美嘉打电话说她爹病了，要回老家探病。咱们之前有分析过，她应该是要被调回日本。她买了火车票，伪造的籍贯是长春。我在火车站的储物柜里找到了这个。徐美嘉的火车票是今天晚上的，子爵事先把这封信存到了储物柜里，显然是想让她带走。而子爵直到临死前，都要把钥匙藏起来，可见这封信很重要，所以这幅画肯定有问题。果然是他，昆武。昆武，这把刀有什么问题吗？周穆王大征西戎，西戎向昆武之刀，火患之布，用之切玉，如切泥也。这把刀又现世了。您是说，这把刀又现世了？难道这画上的日本女人和这两个小孩是在等待一个代号叫昆吾的人？大致情况就是这样，具体细节正在调查。给昆吾发电，告诉他上海这边的情况。嗨，爸，您倒是说话呀！我的判断到底对不对？你先说一下对这幅画的看法。山雨欲停，天空已放出了晴光，江上飘着云霞。这是宋之问的《杜大禹岭》。山雨初寒季，江云欲变霞，但令归有日，不敢恨长沙。他是想告诉在看画的人，日军很快就占领长沙，到时候他就能和家人们团聚了。画画的人在长沙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，子爵要见的人叫屈文志，第9战区高级作战参议。第9战区？他是从长沙叛逃过来的。爸，按照他的级别，第9战区的兵力排布、防御作战计划，他全都知道。如果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，爸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要是早知道那个人是叛徒的话，我在火车站就把他给弄死了。这个消息今天上午我刚刚知道，没来得及告诉你，你就捅出了篓子。那为什么中午的时候你不告诉我？我在上海饭店找到屈文志以后，我就应该立马把他除掉。他多活1分钟，长沙就多1分危险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这件事情有人负责，与你无关。我只想知道，我做的事情是不是正确的？当然是正确的。那你就应该告诉我真相。真相是，法兰西银行行长云木之今天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了。等到过几天，你扶灵回乡。从此以后，我和法兰西银行和弗兰克再没有关系。等事态平息了，我们可以再回来。到那时候，我会给你一个完美的答案。也许你会有机会和我并肩作战。
司令官阁下，昆吾来电。他第一时间回电，必定有重大情况。多年的谍报工作，让云木之培养出了一种对危险敌人的敏锐嗅觉。这个素未谋面的对手，让云木之嗅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。2个小时前，云木之刚刚得到消息，在距离上海市区40公里的海面上，日本华北、华中方面军的高级将领正在秘密召开一次会议。这次会议当然不是因为屈文志的叛逃而召开的，可他带来的东西一定是这次会议的议题之一。如果昆吾在长沙，那么屈文志的叛逃显然就是他一手策划并实施的。一个沉睡了那么久的危险人物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绝对是个大动作。尽管目前还没有任何征兆，可云木之有种奇怪的感觉，屈文志的叛逃可能只是一个开始。凌晨3点44分，电话响2声就挂断，是八哥和他最得力的线人之间的暗号。每当凌晨3点44分的电话响起，上海滩的情报圈就要刮起一阵腥风血雨。登广告就登广告，装神弄鬼的做什么？从现在开始，你给我盯紧了他，我需要知道他去过哪里，见过谁，包括他的异常行为。嘿。红山，简爱啊！陈慧泽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？你心里很清楚吧？我爸以前是怎么帮你的，而你又是怎么对他的？恩将仇报，我打的就是你这种人。红山，我知道你现在心情比较乱，你父亲的死我是有责任的。如果这一下能让你心里好受点，我这拳挨得值啊！但是记住，我是你叔，以后在上海有事一定要找我啊，好吧？干什么呢？枪指着谁？这是我侄子。简爱，走。三木先生，刘先生，天刚亮的时候，有人把这个塞到值班室了。你怎么才送过来？社长让我给他搬东西，刚搬完。啊，辛苦了。啊，不辛苦，不辛苦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我先去忙了。哎，好好好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
爸，吃早饭了。这里是东亚广播电台，现在播放伤情现货。福茂商行新到雪花膏和玻璃丝袜，物美价廉，欢迎选购。陈记药铺有西药出售，另有胡庆余堂医师坐诊，欢迎惠顾。华阳商行聂老板限时出售高档东洋饰品1件，价高者得，预购从速。爸，这条广告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，你先出去吧。你认识这个华阳商行的聂老板？不认识。难道这些广告是在卖情报？屈文志昨天刚到了上海，今天他就有情报高价出手，这绝对不是巧合。您是怀疑他那份情报和长沙有关？很有这个可能，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。委员长已经决定放弃长沙了，可就算是这样，长沙的机密情报也不能泄露出去。如果要是泄露出去的话，那委员长不得气死？到时候咱们站。站长，如果那份情报真和长沙有关的话，无论如何咱们也得接住啊。你去联系文一鸣，上海那边我来协调。是。看样子，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你。实话跟你说吧，东亚电台就是情报买卖的一个平台，这上面的商行其实就是各个山头的情报机构，这里面有美国人、苏联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、日本人，甚至还有中统、军统、共产党。在上海滩的情报机构已经形成了一个默契。那怎么买？直接去相对应的情报机构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一个人吗？八哥。我记得。您说他是上海最神秘的情报贩子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都是重量级的情报。难不成这个聂老板就是八哥？对，他不会轻易出手。如果他出手的话，会把消息发布在东亚广播上面，想买情报的人就会在10点的沪深广播投标竞价，他会在其中选择一个买家，单独跟他们联系，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见过他。有点意思。那爸，今天上午这个重量级的情报跟什么有关呢？昨天发生的事情，难道你忘记了？屈文志叛逃到了上海，难不成这份情报跟长沙有关？你亲自去一趟东亚广播电台，搞清楚这条广告是怎么登出来的。还有，凡是接触过这条广告的人，通通给我抓起来。给76号打电话，让他们把之前跟八哥交易过的人找出来，我亲自审。嘿，不行，我现在得立马去一趟东亚广播电台。我能想得到的，日本人未必就想不到。等等，做事情不能冲动，一定要谨慎，要小心。无论发生了什么情况，第一时间向我汇报。爸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。
闪烁的光渐渐烧过。